大家好，本集将跟各位探讨五戒。这些道德准则不仅是生活中的指南，更是心灵成长的关键。让我们一起了解这些智慧的戒律，启迪内心，体验纯净的生活之道。将会分成以下章节来说明什么是五戒，五戒的由来，一定要持守五戒吗？佛教中的五戒是佛陀所教导的5个道德准则，是佛教徒在修行中应当遵守的重要戒律。这些戒律有助于提升个人的道德品质和心灵修养，帮助人们减少痛苦和不善之源。五戒是不杀生戒，不杀生戒是指佛教徒应当避免杀害任何有情众生，包括人类和动物。这是尊重生命价值和发展慈悲心的重要道德。佛陀教导我们，一切有情众生都具有生命，都应受到尊重和保护。透过遵守不杀生戒，我们学会拥有慈悲心，放下对其他生命的伤害和侵犯，以及减少因杀生而带来的业障。不偷盗戒，不偷盗戒是指佛教徒应当避免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取他人的财物，这是尊重他人财产权益的道德。佛陀教导我们，不应该侵害他人的财物，不应该用不义的手段来获取他人的财富。透过遵守不偷盗戒，我们学会珍惜自己的努力和收获，同时也学会尊重和慈爱他人，不以自私的心态来侵害他人的利益。不邪淫戒，不邪淫戒是指佛教徒应当避免进行不道德的性行为，包括通奸、强暴等，这是培养纯洁和尊重他人的重要道德。佛陀教导我们，性欲应该得到适当的节制，不应该用不道德的方式来满足私欲。透过遵守不邪淫戒，我们学会珍惜自己的身体和心灵，同时也学会尊重他人的尊严和隐私。不妄语戒，不妄语戒是指佛教徒应当避免说谎、毁谤、恶语和空谈虚语，这是培养诚实和正直的重要道德。佛陀教导我们，语言是一种强大的力量，我们应该用诚实和善意的言语来与他人交流。透过遵守不妄语戒，我们学会用言语来造福他人，避免因虚伪和不诚实而带来的纷争和痛苦。不饮酒戒，不饮酒戒是指佛教徒应当避免沉溺于酒精和使心智迷乱的物质，这是培养清明和自律的重要道德。佛陀教导我们，饮酒和吸毒等使心智迷乱的行为，容易导致无明和无知的状态，阻碍我们修行的进展。透过遵守不饮酒戒，我们学会保持清醒和敏锐的心智，让我们能更好地专注于修行和发展内在的智慧。五戒在佛教中被视为初级戒律，也是入门修行的基础。通过遵守这些戒律，佛教徒可以净化心灵，减少业障，并逐渐向更高层次的戒律和道德准则迈进。在佛教中，五戒通常被要求在僧团中、在家信徒中，甚至普遍适用于所有众生。五戒的由来可以追溯到佛陀释迦牟尼在古印度时所宣说的佛法。佛陀是佛教的创始人，他在公元前6世纪至5世纪左右生活在印度，被视为佛教教义的最高指导者和精神领袖。佛陀在一生中游历各地，传授智慧和解脱之道，其中包括五戒作为修行的基本道德准则。五戒最早见于《增一阿含经》，这是佛教经典中的一部重要经典，其中描述了五戒的内容和重要性。佛陀教导五戒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避免造成业障和痛苦，培养道德和慈悲心，同时为精神修行奠定基础。五戒的遵守能够帮助人们减少负面行为，从而减轻烦恼和迷惑，让心灵逐渐达到解脱的境地。五戒在佛教中被视为初级戒律，是入门修行的基础。在佛教徒的修行过程中，随着修行的深入，可能会遵守更多、更高层次的戒律，这取决于个人的修行境界和意愿。你也有持守五戒吗？在佛教中，持守五戒被视为对于修行和道德生活的基本要求，尤其对于出家僧侣和在家信徒来说，持戒是一个重要的修行方式。然而，佛教也讲究因缘和适应，对于修行者的情况有所弹性。对于出家僧侣，持戒是修行的基本要求之一，有助于他们远离世俗诱惑，专心修持。
对于在家信徒，持守五戒被视为道德生活的基本指导，有助于培养善良品质和福报。持戒帮助他们避免行为不端，减少业障，并创造有益的因缘。在家信徒通常参与更多社会和家庭活动，因此持戒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适应世俗生活的方式。然而，佛教也理解到，每个人的修行境界和生活情况不同，对于一些初学者或者非常忙碌的人，持守五戒可能会带来一些挑战。佛陀也教导适应因缘，建议遵从个人情况来修行。有些人可能只能暂时持戒，这也被视为一个合理的修行阶段。随着修行进展，持戒的意愿和能力可能会增强。总结来说，佛教鼓励持守戒律，但也接纳修行者因缘不同，给予适应性的建议。重要的是对于修行的努力和进展，以及对内心的诚实和慈悲心。如果你想要深入了解佛教戒律，建议寻求一位有经验的佛教导师或僧侣的指导，以便更好地了解并实践佛教的教义和戒律。如果你喜欢本集的内容，欢迎订阅本频道，分享出去给其他人。如果您有任何想法与建议，也欢迎留言讨论。